瓦岗寨是现在的哪里？是什么样的地理优势，能让众多的英雄豪杰聚集于此？单雄信和徐茂公以及罗士信和秦琼等人是如何来到瓦岗寨的？李密又是如何成为瓦岗寨首领的？本期视频我们就一起走进翟让起兵于瓦岗寨及瓦岗军围攻洛阳。瓦岗寨位于现在河南省滑县的瓦岗寨乡。据《左传》记载，公元前502年，齐国出兵鲁国，鲁定公便向晋国求援。之后，晋国和鲁国的大军在瓦地会师，并且顺利地击退了齐军。为了纪念这场战役，鲁定公便在双方会师的土岗上建造了一座亭子，俗称瓦亭。瓦亭所在的土岗便被称为瓦岗。瓦岗地处古黄河的东南岸，北临白马渡口，南与通济渠相望，西边跨过黄河，便于永济渠不过100里之遥，处在南北大运河的喇叭口外侧。加上黄河泛滥所形成的沟壑纵横和图岭起伏，使这里既可以屯兵，又便于出击，成为了军事战略的要冲之地。因此，翟让便将这里作为他的揭竿起义之地。翟让，东郡围城人，即今天河南省滑县人，高车族。他曾在东郡担任法曹，因为小过而被捕入狱，并被判为死刑。幸运的是，狱吏黄居汉认为他非同寻常，决定将他放走。翟让再三拜谢，哭泣着说道：“承蒙您的再生之恩，我才得以幸免。可是我走之后，您怎么办呢？”黄居汉怒斥道：“我之所以解救你，以为你是个大丈夫，能拯救黎民百姓，没想到你怎么像个女子一样哭哭啼啼。你赶紧想办法逃脱吧，至于我，你就不必操心了。”于是翟让叩谢黄居汉后，秘密地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围城。这时，围城的百姓们正在酝酿起义，众人便推举翟让为首领。于是翟让便与哥哥翟弘和侄子翟魔侯等人一起来到了瓦岗，高举起义的大旗。为了聚集武装和防御敌人的进攻，他在瓦岗的四周修筑了方圆20余平方里的宏伟寨墙，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瓦岗寨。接着，单雄信和徐世绩也相继前来投奔。单雄信，曹州济阴县人，即今天山东曹县人，他孔武有力，擅长马槊。徐世绩，字茂公，曹州离湖人，即今天山东省东明县人，后来迁居到华州的渭南县，即今天河南浚县东南，出生于富豪之家。他来到瓦岗寨的时候年仅17岁，但已展现出了非凡的谋略和胸怀大志。他对翟让说：“这里是我们的家乡，不能前去侵扰。宋州和郑州毗邻运河，官旅运往不绝，若能在那里截取，便足以自资。”翟让便听从他的建议，在运河边上成功地劫掠了大量的财物以及大批的军械物资，使瓦岗寨的势力迅速壮大，达到了10000余人之众。正是这种智谋和远见，让他后来出将入相，配享宗庙。而在今天，智慧与决策同样重要。屏幕前的你，如果设备升级需要资金周转，可以试试抖音钱包里的放心借。打开抖音，钱包放心借，激活额度，跟着要求申请，最高额度20万，等资金到位之后还上就行。再来看李密。李密从邯郸逃走后，前往平原郡，投奔了叛军头目郝孝德，但郝孝德对他爱答不理，李密便自行离开，前往了淮阳郡。在这里，他隐姓埋名，招收学生讲学，闷闷不乐地过了几个月后，写下了一首五言诗《淮阳感怀》，结果被人告发。淮阳太守连忙派人前去抓捕，李密只能再次逃走，向北而去。途中，他得知自己的学生王伯当聚众起义，便前去投靠。另外，外黄县的王当仁、围城县的周文举、雍丘县的李公义等人也聚集人马，成为了盗贼。李密便在各位首领之间往来穿梭，向他们游说夺取天下的策略，但无人听从。过了许久，有谶言说：“杨氏将灭，李氏将兴。”李密刚好姓李，而且多次化险为夷，众人便认为谶言中所指之人定是李密，因此便逐渐开始敬重于他。李密经过观察，发现众多首领中，翟让的势力最为强大，于是他经过王伯当的介绍，前去拜见翟让。可翟让觉得李密是跟随杨玄感叛乱的朝廷重犯，担心接收他会引来朝廷的重兵围剿，所以左右为难。部下则怂恿他杀掉李密，
于是他便将李密关押在军营之外。李密无奈，只能通过王伯当给翟让献计。他说：“现在皇帝昏庸，百姓怨恨，攻打高句丽用光了精锐，和突厥也断绝了友好关系。现在皇帝巡游江南，凭你的雄才大略和精兵强将，只要夺取了洛阳和长安，就能像刘邦和项羽一样夺取天下。”翟让听后对李密大为敬重，立即将其释放。接着，他派遣李密去游说周边的小股武装。经过李密的努力，众多小股武装纷纷前来投靠，使瓦岗寨的实力愈发的强大。但是人马多了之后，新的问题出现了，那就是粮草供应不足，仅靠截取漕运已经无法维持军需了。于是李密便对翟让说：“我们现在的人马很多，但粮草不足，长此以往定会人困马乏。等隋朝大军到达后，用不了几天，我们就会失败，不如直接夺取荥阳，占领洛口仓。”翟让听从李密的建议，率军向荥阳进发。荥阳是中原的战略要地，向东是一片平原，向西是虎牢关，虎牢关以西便是隋朝最大的粮仓洛口仓。瓦岗军势如破竹，很快便攻占荥阳郡的诸多县城，准备进逼荥阳城。荥阳太守杨庆面对瓦岗军无计可施，隋炀帝只能任命张须陀为荥阳通守，率领万余精锐前去讨伐。翟让曾被张须陀打败过，所以得知张须陀前来，大为恐惧，准备远远地躲避着他。可李密却说，张须陀虽然骁勇，但没有谋略，而且他的队伍刚打了几次胜仗，骄兵必败。于是他让翟让率领主力与张须陀正面接战，然后假装战败向北逃走，他自己则率领1000余精兵埋伏在荥阳西北的大海寺附近。张须陀果然上当，率军追击到大海寺以北的树林时，李密的伏兵四起，隋军顿时陷入重围。张须陀为了解救被瓦岗军包围的部下，数次冲入包围圈，最后力竭而死。张须陀战败后，隋军昼夜嚎哭，数日不止。张须陀的部下则由据守虎牢关的裴仁基接收，包括他的部将罗士信和秦琼。罗士信，齐州历城人，即今天济南市历城区人，《隋唐演义》等小说中罗成的原型。他14岁便成为了张须陀军中的一员战将，因为击败王勃和孟让等起义军而闻名，颇受张须陀的器重。秦琼，字叔宝，齐州历城人，和罗士信同级，民间过年时所贴的门神之一便是他。起先他在来护儿的帐下任职，后来转入张须陀的军中，四处讨伐义军。张须陀战败后，瓦岗军便顺利地攻取了洛口仓。洛口仓是隋朝最大的粮仓，仓城20多里，城内3000个大窖，每个窖里都储藏着8000担的粮食。随后翟让开仓放粮，饥饿的农民便从四面八方涌来，路上的行人络绎不绝，多达几10万之众。身处洛阳的越王杨栋立即派遣刘长恭率领25000人前往镇压，结果隋军大败，死伤了10之5六，刘长恭本人仓皇逃回洛阳，瓦岗军得到了大量的辎重器甲，力量再次壮大。经过这几次战役，李密在瓦岗军中声威大振，翟让自知不如李密，便决定让位给他，于是李密便成为了瓦岗军的首领。瓦岗军攻打洛口仓的时候，裴仁基误期未到，此时刘长恭也战败了，他便准备将所有军用物资全都赏赐给将士们，以便激励将士作战，但遭到了监军萧怀敬的反对。将士们便开始怨恨萧怀敬，可萧怀敬不但不肯改变，还到处搜罗裴仁基的过失，并上奏弹劾于他。这让裴仁基左右为难，进攻瓦岗军，他自知无法取胜，加固营垒自守，又怕被朝廷治罪。李密得知后，连忙派人前去劝降。在贾润甫的建议下，裴仁基决定斩杀萧怀敬，然后率领部众向瓦岗军投降，与他一起投降的还有罗士信和秦琼。接着，长白山的孟让率领人马前来归附，巩县的长史和侍御史则献出城池投降。4月，李密派遣裴仁基和孟让率领2万余人前去攻打洛阳，他们烧毁天津桥，并且纵兵抢掠。在此混乱之际，洛阳城里的隋军立即出兵反攻，裴仁基等人大败，率军退守巩县。接着，李密亲自率领3万大军前去攻打洛阳，
隋军则派出7万大军前往洛阳老城抵抗，结果隋军战败而逃。李密率军追击到洛阳附近的时候，据守回洛仓，大修营垒战壕，并让祖君彦撰写檄文，公布杨广的10大罪状，表示要推翻隋朝政权。就在李密攻打洛阳城，准备推翻大隋王朝的时候，李渊和李世民父子也在晋阳准备起兵了。那么，李渊父子是如何起兵的呢？我们下期接着讲述。李渊作为大唐王朝的奠基者，是如何从一名7岁丧父的幼童，逐渐成长为太原道安抚大使，并以此为起点，开创一代王朝的。作为大隋王朝的皇亲国戚，他深受隋朝2代皇帝的恩宠，却为何毅然决然地走上了反叛之路？本期视频，我们就一起走进李渊的成长史及晋阳起兵的详细过程。李渊出身于北周的关陇贵族家庭，其祖父李虎曾是西魏的8柱国之一，北周建立后被追封为唐国公。父亲李炳是北周的柱国大将军，承袭了父亲唐国公的爵位，并迎娶了独孤信的女儿为妻，生下了李渊。李渊的外祖父独孤信更是外戚界的传奇人物，他的长女嫁给了北周的皇帝宇文毓，成为了北周的皇后。4女儿则嫁给了李渊的父亲李炳，唐朝建立后被追封为元贞皇后。7女儿独孤伽罗嫁给了隋文帝杨坚，成为了隋朝的皇后。于是独孤氏便成为了3个朝代的外戚，历史上实属罕见。因此李渊的出身非常显赫，独孤皇后是他的妻姨，比他小3岁的隋炀帝杨广是他的表弟。然而李渊幼年丧父，7岁的时候父亲李炳就病逝了，李渊便承袭了父亲唐国公的爵位，妻姨独孤皇后对他非常的关照。581年，杨坚代周称帝，隋朝建立，16岁的李渊被任命为牵牛背申，成为了皇帝的禁卫武官。之后他又陆续担任过谯州和齐州以及陇州的刺史，逐渐在隋朝官场崭露头角。隋炀帝即位后，李渊的官职更是不断升迁，从荥阳和楼烦太守到殿内少监，再到卫尉少卿，逐渐从文官转向了武职。隋炀帝第2次征伐高句丽的时候，李渊在怀远镇负责督运粮草，结果杨玄感反叛，隋炀帝只能率军返回。杨玄感的叛乱平息后，李渊奉命前去镇守弘化郡，兼之官右诸军事。在此期间，他广交天下豪杰，但遭到了隋炀帝的猜疑。有一次，隋炀帝巡游的时候，让李渊前往自己的行宫，结果李渊因为生病没能去成，隋炀帝便问李渊的外甥女王氏说：“你舅舅怎么迟迟不来呢？”王氏回答说：“听说我舅舅生病了，所以没法前来。”结果隋炀帝却问他说：“是病得要死了吗？”李渊得知这个消息后非常恐惧，从此之后他便开始低调行事，并且故意饮酒放纵，收受贿赂，用自污的方式以求自保。615年，隋炀帝巡幸位于今天山西宁武县西南管存山上的汾阳宫时，任命李渊为山西河东卫府大使，令其剿灭活跃于山西和河东的起义军。李渊率军到达龙门，即今天山西省河津市时，遭遇了吴端儿的叛军，双方便在霍邑，即今天山西霍州市展开了激战。最终叛军被斩杀了1万余人，俘虏了6万多，首领吴端儿战死。至此，吴端儿的起义军被彻底瓦解，李渊被升任为右校尉将军。616年，突厥侵犯边塞，隋炀帝命令李渊和马邑的郡守王仁恭共同抵御，但是由于他们的兵马太少，李渊便选出善于骑射的士兵2000人，让他们吃住骑射，都仿效突厥，适应他们的生活和作战方式，采用机动作战的形式，伺机袭击突厥的大军，前后屡次获胜，使突厥人对李渊颇为忌惮。之后，李渊被升任为太原道安抚大使，拥有升迁和废除郡内文武官员、征伐河东兵马的特权。7月，隋炀帝南下江都，任命李渊为太原留守，同时任命王威和高君雅为副留守，让他们监视李渊。此时大隋王朝遍地狼烟，各地的义军如火如荼，特别是翟让和李密领导的瓦岗军已经开始图谋东都洛阳了。因此副使夏侯惇便劝他早做打算，李渊深以为然，对次子李世民说：“我身为唐国公，太原就是唐的所在地，可谓是天赐良机。”
但是骊山飞不除，突厥不和，我们是无法经邦济世的。骊山飞是由魏刀和王须拔在河北易县领导的起义军。于是李渊率军前往雀蜀谷，即今天山西介休市西南，击败了骊山飞在太原以南的部将真扎，稳定了山西的局势。接着便是稳定突厥了。不久之后，突厥的始毕可汗率军来犯，李渊便派遣副留守高君雅和马邑太守王仁恭前去抵御，结果大败而归。隋炀帝得知后非常气愤，下令逮捕李渊，并斩杀王仁恭。李世民便趁机劝告父亲说：“我们应该随时做好起兵的准备。”然而过了几天，隋炀帝却另派使者赦免了李渊和王仁恭，于是李渊便没有立即起兵，而是继续做着起兵的准备。他在镇压义军的过程中，不断地招降纳叛，以扩充自己的实力。同时，派遣长子李建成前往河东结交英豪俊杰，次子李世民则在晋阳结交豪杰，网罗各种人才。晋阳县令刘文静觉得李渊有四方之志，便竭力结交，并与李世民暗中谋划起兵的事宜。李世民想将实情告诉李渊，但他担心李渊不听，于是他就找到晋阳宫的副监裴寂商议。裴寂便挑选了几名晋阳宫的宫女，让他们趁李渊醉酒之后陪他过夜。李渊醒后大惊，裴寂便将李世民的谋划告诉了李渊，并对他说：“我让宫女侍奉你，必定会遭遇诛杀。可当今天下大乱，若守小节，难免一死；若举一兵，必能成事。你意下如何呢？”李渊假装大怒，表示要将李世民治罪，但随后他却说：“我儿既已定计，那就这样办吧。”然而就在这时，马邑的阴阳校尉刘武周却突然发动了兵变。由于马邑遭遇饥荒，百姓积馁不堪，而王仁恭由于没有朝廷的命令，不敢擅自开仓放粮，引起了官员和百姓的不满。刘武周便率领数十名党羽冲入府衙，斩杀了王仁恭，自任太守，并开仓放粮，得到了当地官民的支持。为了立稳脚跟，他派遣使者表示要依附于突厥的始毕可汗。雁门郡的郡丞陈孝义和虎贲将王志变得知后，立即率军征讨刘武周，并将他围困于桑前镇，即今天山西山阴县以南。刘武周则联合突厥共同抵御隋军，最终王志变兵败被杀，陈孝义则逃回了雁门郡。接着，刘武周率军攻破楼烦郡，并攻占了汾阳宫。汾阳宫里有隋炀帝留下的诸多美女，刘武周为了得到突厥的支持，将所有宫女都献给了始毕可汗。始毕可汗非常高兴，不仅回赠了诸多的战马，并且封刘武周为定阳可汗。刘武周得到突厥的支持后，立即称帝，自称为天子。接着，他率军围攻雁门，陈孝义则犀利据守，双方相持了100日，无法取胜。这时，陈孝义却被自己的部下张伦暗杀，并且举城投降了刘武周。随后，益州的叛军首领宋金刚也率领4000余人前来投奔，并将原妻休掉，迎娶了刘武周的妹妹为妻，使刘武周的声威更加的壮大。隋炀帝得知后大怒，立即派遣使者治罪李渊，并要求李渊前往江都受罚。李世民便再次劝说李渊起兵。然而没过几天，隋炀帝却再次派人赦免了李渊。这时，裴寂和许世旭等人纷纷劝说李渊起兵，李渊终于不再犹豫，正式下令准备起兵。首先，他以讨伐刘武周和防备突厥为名，派遣李世民和刘文静以及长孙顺德和刘弘基等人四处募兵，仅用了不到1个月，便招募到了近万人。接着，他秘密派人前往蒲州，召回长子李建成和四子李元吉。太原的副留守王威和高君雅得知后，以诱骗李渊前往晋祠祈雨为由，准备暗杀李渊，向隋炀帝邀功。不料，他们的阴谋被晋阳的乡长刘世龙得知后，告知了李渊，李渊便以2人暗通突厥为由，将其逮捕。可让他没想到的是，突厥的数万骑兵像是配合一样，真的前来围攻晋阳了。那么，李渊是如何应对突厥，并和突厥进行结盟的呢？我们下期接着讲述。李渊准备起兵之时，突厥的大军却突然包围了晋阳城，这让李渊意识到，如果不能很好的解决突厥问题，他是没办法起兵南征的。那么，李渊是如何稳住突厥，并正式起兵的呢？
本期视频，我们就一起走进李渊与突厥博弈，及李建成和李世民带兵。李渊准备起兵之时，隋炀帝留下监视他的太原副留守王威和高君雅，便以诱骗李渊前往晋祠祈雨为由，准备暗杀李渊。结果，他们的阴谋被刘世龙识破，并告知了李渊。李渊便以他们暗通突厥为由，将其逮捕。然而，突厥的骑兵像是配合他一样，真的前来围攻晋阳了。617年5月17，突厥的数万大军兵临晋阳，李渊大为惊慌，因为他刚刚招募的新兵完全不是突厥人的对手。于是，他决定给突厥人唱一出空城计。他让裴寂和刘文静等人在城内暗中布防，然后将所有城门打开，并将城上的旌旗撤下。突厥人不知虚实，所以不敢贸然进城。城内的人都以为突厥兵是王威和高君雅招来的，所以群情激愤。李渊便趁机将二人斩首，以平息众怒。接着，他让部将王康达率领1000余人前往北门迎战，结果主将王康达战死，士卒逃回者只有数百人，城内军民人心惶惶。当天夜里，李渊让大军悄悄出城，第二天凌晨在大张旗鼓的进城，做出大批援军到达的假象。突厥人疑惑不解，逗留了2天后，在城外大肆劫掠一番，便扬长而去了。尽管突厥人撤兵了，但是李渊清楚地知道，如果不能稳住突厥，他率军离开晋阳后，突厥必将联合刘武周再次进犯晋阳，到时候南北夹击之下，后果将不堪设想。刘文静便给李渊献计，建议他暂时向突厥妥协，以此来结交突厥。于是李渊便给史毕可汗写了一封亲笔信，言辞极为悲屈。他在信中写道：“我准备大举义兵，安定天下，迎回隋炀帝杨广，恢复与突厥和亲，就像开皇年间那样。如果你和我一同南下，希望你不要欺扰百姓；如果你只想和亲，那你可以坐收财物，至于哪种方案，请你自己选择。”史毕可汗看后，对他的属下说：“隋炀帝的为人，我很清楚，如果让他回来，必定会加害李渊，并且向我进攻。”于是他回信说：“如果李渊能够自称天子，我必将不畏酷暑，出兵支援。”李渊收到回信后，将领们非常高兴，纷纷请求李渊称帝，但李渊不肯接受。裴寂和刘文静劝他说：“我们可以不要突厥的援军，但不能失去他们的战马。如果拖延下去，恐怕他们会反悔啊。”但李渊不肯过早地与隋朝决裂，背负乱臣贼子的骂名，同时他还想为自己争取更多的政治空间，因此坚决不肯称帝。最后，他采用了裴寂等人的建议，尊隋炀帝为太上皇，立隋炀帝的孙子杨佑为皇帝，以安定隋王室为名，传习各郡县。同时，他既不用突厥的白色旗，也不用隋朝的红色旗，而是采用红白掺杂的颜色作为旗帜。接着，他派遣刘文静前往突厥谈判，周边的郡县纷纷前来归附，只有西河郡不肯归附。于是，李渊便派遣李建成和李世民率兵前去征讨。由于士兵都是新进招募的，没有作战经验，李建成和李世民便与士兵们同吃同睡。他们规定，道路两旁的瓜果蔬菜如果没有买就不准吃，可还是有士兵偷吃。李建成和李世民得知后，立刻找来物主赔偿，同时也没有责备偷窃者，导致士兵和百姓都心悦诚服。大军到达西河城下时，西河郡的郡城高德如必城据守，于是两军开始激战。6月初5，西河城被顺利攻破，高德如被俘，并将其斩杀，其余的官员则既往不咎。他们积极地抚慰官民，让其各复其业，然后率军返回了晋阳。往返只用了9天，便拿下了西河郡。李渊高兴地说道：“如果以此用兵，横行天下也未尝不可呀。”于是他立即做出了入关的计划。首先，他设置大将军府，自任大将军，统领全军，任命裴寂为长史，刘文静为司马。接着，所有招募的士兵都通称为义士，分为左三军和右三军。其中，长子李建成被封为陇西公左领军大都督，率领左三军；次子李世民被封为敦煌公右领军大都督，率领右三军；女婿柴绍则被任命为右领军府长史。
4子李元吉被任命为太原郡守，留守晋阳，全权负责后方的事宜。7月初5，李渊率领3万大军，打着志在遵随的旗号从晋阳出发，并向各郡县发布檄文，沿着汾河古道南下河东。7月初8，大军到达西河郡，在这里，他慰劳官吏和百姓，赈济贫民，并给豪强俊杰授予官职，仅1天之内就任命了1000余名官员。7月14，大军到达贾湖堡，并在这里驻军。贾湖堡位于今天山西省灵石县西南，距离霍邑只有50余里。此时，代王阳佑已经派遣虎牙郎将宋老生率领2万精兵到达了霍邑，左武侯大将军屈突通则率领数万大军驻扎在河东郡，以抵御李渊入关。正在这时，大雨连绵数日不绝，导致李渊的大军无法前行，他只能派遣沈叔安等人率领老弱病兵返回太原，让他们再运1个月的粮草前来。7月17，刘文静到达突厥，并拜见了始毕可汗。他与可汗约定，如果突厥派兵支援，大军到达长安后，土地和百姓归属李渊，金玉绫罗则全归突厥。始毕可汗大喜，立即派遣康孝立押送1000匹战马前来和李渊交易，并答应出兵支援李渊，至于支援的人数由李渊自己决定。李渊恭敬地接待了康孝立，并赠送给他大量的财物，但是关于战马，他只肯购买500匹。将领们非常不解，以为李渊的钱不够，纷纷拿出自己的钱，请求李渊买下其余的战马。可李渊却说，胡人的马多，但他们贪财，如果我们这次全都买下，他们就会源源不断地送来，到时候恐怕我们就买不起了。我之所以少买，是想向他们表明，我们并不是急需他们的战马。再者说，我怎么能让你们花钱购买战马呢？接着，他让刘文静再次前往突厥，催促突厥出兵。他私下对刘文静说，胡骑进入中原是黎民百姓的大害。我之所以要突厥人发兵，是担心刘武周勾结突厥，成为边境的祸患，所以让他们出兵数百就足够了，太多了没有用处。接着，他给李密写信，准备招抚李密。李密则给李渊回信说，我和你虽然价值派系不同，但同是理性，根系是相同的。我自认为势单力薄，但被天下的英雄共推为盟主，希望我们互相扶持，同心协力，完成在咸阳抓住秦子婴，在牧野灭掉商心这样的大业。接着，他让李渊亲自率领数千人前往河内郡，2人当面缔结盟约。李渊看后笑着说道，李密妄自尊大，不是书信就能招来的，我们准备进兵关中，如果现在与他断绝来往，便是树了一个敌人，不如用阿谀奉承之语吹捧他，使其心智骄横，让他替我挡住成高之道，牵制东都之兵，我就可以专心的西征了。于是他让温大雅回信说，天下众生必须要有管理他们的人，现在治民之人不是你，又能是谁呢？我已经过了知命之年，没有这个心愿了，所以我很高兴拥戴你，希望你能早些应验图谶，以安定万民，然后你还是将我封在堂弟，这样的殊荣就已经足够了。李密收到回信后，将信件交给属下观看，并高兴地说道，唐公肯推举我，天下很容易就能平定了。从此之后，双方的信使往来不绝。那么李密此时的境况如何呢？我们下期接着讲述。李渊率军到达贾湖堡的时候，宋老生已经到达了霍邑，屈突通则驻守河东郡，挡住了他的去路，而且大雨连绵数日不绝，导致大军无法前行。于是他便给围攻洛阳的李密写信。那么李密此时的境况如何？其他的割据势力又是如何形成的呢？本期视频我们就一起走进李密驻守洛口城及群雄割据介绍。翟让和李密率领的瓦岗军数次打败洛阳的守军，并顺利地占领了洛口仓。翟让觉得李密的能力在自己之上，于是便推举李密为首领。617年2月，李密在巩县的南郊设立祭坛，自认为魏公，翟让则被任命为上柱国，封东郡公。同时任命单雄信为左武侯大将军，徐世绩为右武侯大将军，秦叔宝和程咬金为骠骑，罗士信为总管，其余将领也全都加官进爵。他在洛口仓的基础上修建了方圆40里的洛口城，并以此为都城。赵魏以南、江淮以北的群盗得知后莫不响应，
长白山的孟让，当初对他爱答不理的郝孝德等人纷纷前来归降，李密的部众便达到了数十万之众。巩县的县长柴孝和也举城投降了李密，李密封其为护军。接着，李密亲率3万大军进逼洛阳，隋朝的大军抵挡不住，李密便顺利地夺取了回洛仓。回洛仓是洛阳城的粮食供应仓库，位于今天洛阳市禅河区禅河乡的小李村，因此对于洛阳非常重要。隋朝的将领段达便率领7万大军前来迎战，两军在回洛仓的北面展开激战，结果隋军大败而归。驻守洛阳的是隋炀帝的孙子越王杨栋，他连忙派遣袁善达穿越瓦岗军的封锁，前往江都面见隋炀帝。见到隋炀帝后，他声泪俱下地说道：“李密拥兵100万围攻东都，并且占据了回洛仓，导致东都城内粮草告急。只要陛下速速返回东都，李密的乌合之众必然溃散，否则东都必将陷落呀。”隋炀帝听后有些动容，于世基见状，连忙进言说：“越王年轻，才被这些人诓骗。如果真像他所说的那样，他是如何突破重围，跑到这里来的呢？”隋炀帝听后，顿时反应了过来，怒斥袁善达欺瞒于他。既然袁善达说他能穿越瓦岗军的重围，那就让他穿越贼人的地盘，前往东阳郡，即今天浙江金华前去催运粮草。结果袁善达走到半路就被盗贼给斩杀了。从此之后，再也没人敢向隋炀帝通报贼情了。再来看李密，当年杨玄感反叛的时候，李密多次劝他放弃洛阳，速速前往长安，等平定关中后再图谋东扩。可是他成为瓦岗军的首领后，却重走了杨玄感的老路。柴孝和劝他说，关中的山川险固，秦朝和汉朝都是凭借关中才建立帝王之业的，因此他建议让翟让领兵驻守洛口城，让李密亲自率军奇袭长安，一旦长安被攻下，则基业稳固，然后再挥师东扩，则天下可定。现在是群雄争霸的时代，如果你不去攻取长安，等别人图谋之后，后悔可就来不及了。李密无奈地说道：“你说的这个的确是上策，但是隋朝的昏厥还在，追随他的兵马也不在少数，我的部下都是潼关以东人士，如果洛阳没有攻下，谁肯跟我向西进军呢？而且各位将领都是草莽盗贼出身，留下他们驻守这里，必定会互相争雄，到时候恐怕大业难成啊。”于是李密继续率军与隋军在西苑交战，结果他却被刘建射中，只能躺在军营里养伤。杨栋得知后，立即派遣段达和庞玉等人趁夜出兵，在回洛仓的西北偷袭瓦岗军，瓦岗军大败，李密只好放弃回洛仓，退往了洛口城。正在这时，李渊也从晋阳起兵了，而且李渊的目标非常明确，他尊隋炀帝的另一个孙子，驻守长安的杨佑为帝，兵锋直指长安。大军到达贾湖堡的时候，他为了稳住李密，并让李密替他挡住隋朝东都的援军，不惜对李密阿谀奉承，并推举李密为盟主。李密非常高兴，双方的信使往来不绝。再来看其他割据政权的情况，隋炀帝非常宠信于世基，于世基也知道隋炀帝非常厌恶听到盗贼的情况，于是各郡县汇报盗贼的奏表，于世基都会删改处理之后再上报，导致隋炀帝对实际情况并不知情。于世基对他说，那些鼠窃狗盗之徒，郡县的官吏们正在搜捕和追逐，很快就能彻底消灭，陛下不必放在心上。隋炀帝便深信不疑。是御史韦云起则对隋炀帝说，现在四方告急，盗贼的数量非常之多，可于世基掌管着机密书要，却将奏表修改，陛下听说盗贼的数量少，发兵的数量就小，导致双方力量悬殊，往往不能取胜，请陛下将于世基治罪。可大理卿郑善果则上奏说，韦云起诋毁和污蔑朝廷重臣，说的都是谎话。于是隋炀帝便将韦云起降为了大理司职，其他官员汇报盗贼的情况，或被杖责，或被免官，导致隋炀帝只可听信于世基等人，而不辨是非。那么天下盗贼的情况到底如何呢？首先我们来看被突厥扶持的几个割据政权。刘武周我们之前讲过，被始毕可汗册封为定阳可汗，自称为天子，占据着马邑和雁门以及楼烦等郡。梁师都是夏州朔方郡人，
即今天陕西省靖边县人。他攻占了雕阴和红化以及延安等郡，自立为皇帝。史毕可汗册封他为大肚皮且可汗。郭子和是同州蒲城郡人，即今天陕西省渭南人，因为犯法被流放到榆林郡，即今天内蒙古准噶尔旗东北的12连城。在这里，他结交了18名敢死之士，杀入府衙之后斩杀了郡城，并自称永乐王。他向南勾结梁师都，向北依附突厥。史毕可汗册封他为平阳天子，但郭子和不敢接受，史毕可汗便改封他为乌力社。薛举是金城府的校尉，他不但家财万贯，而且骁勇无比，喜欢结交豪杰之士。617年4月，陇西的盗贼风起，金城的县令郝苑便招募了数千兵卒，任命薛举为将，命他率军前去讨伐。临行前，郝苑在金城府设宴犒劳将士，没想到却被薛举和他的儿子薛仁杲等人给劫持了。接着，薛举开仓散粮，赈济百姓，并自称西秦霸王。家住姑臧，即今天甘肃武威市的李轨得知后，连忙与同郡人梁硕等人商议。他说，薛举起兵后必定前来姑臧侵扰，薛举生性残暴，而姑臧的郡吏却胆怯懦弱，必定无法抵御。所以，为了不让我们的妻儿被人俘虏，不如大家齐心协力，占据河右，以待形势的变化。众人都表示同意，并推举李轨为首领，李轨便自称河西大梁王。接着，他们陆续攻占了张掖和敦煌等郡，进占河西之地。再来看涿郡，隋炀帝征伐高句丽的时候，将大量的粮草和器械存储于涿郡，吸引各地的贼寇竞相前来侵略。留守涿郡的隋军将领赵石柱等人无法抵御，只有罗毅经常领兵出战，并多次击败贼寇，使其威望逐渐高涨。有一次，罗毅向众人宣布说，城中仓库里的粮食堆积如山，但全都掌握在赵石柱等留守官员的手中，可他们却不肯施舍粮草以救济贫苦百姓。众人听后极为愤恨。罗毅率军回城的时候，郡城出城相迎，结果却被罗毅给囚禁了。赵石柱等人得知后非常恐惧，纷纷前来听命。于是罗毅便将仓库里的物资赏赐给战士，打开粮仓以赈济贫苦困顿的百姓。涿郡境内都服从罗毅，罗毅便借机自立，自称幽州总管，统辖幽营2州。窦建德打败了隋朝的将领薛世雄后，自称为长乐王，以乐寿为都城，取名为金城宫，并攻占了周边的很多郡县。徐元朗则攻陷了东平，并分兵攻占土地，致使琅琊以西、东平以南都为徐元朗所有，拥有精兵2万余人。杜伏威则占据溧阳，即今天安徽省和县，自任溧阳总管。他将缴获的军资财物全都用来赏赐将士，将士若有战死者，他就用死者的妾进行殉葬，导致他的军队所向无敌，江淮之地的盗贼争相归附于他。李世宏则据守黔州，即今天江西省赣州市，自称南越王，周围的豪杰竞相斩杀郡守县令，响应于他。于是北自九江南到番禺的广大地域都为林世宏所有。苗海潮占据着永嘉，即今天浙江省温州市；汪华占据着歙州，即今天安徽休宁县的万安镇，拥兵10万，自称吴王。还有巴东郡的冉安昌、钦州的宁长真等人也都割据自立，大隋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了。那么在此割据林立的情况下，李渊是如何异军突起的呢？我们下期接着讲述。617年7月，大隋王朝的现状是，隋炀帝久居江都，李密领导的瓦岗军继续围攻洛阳，天下盗贼风起。李渊起兵后准备直取长安，然而当他率军到达贾湖堡时，却被宋老生和屈突通阻挡。那么李渊是如何打败宋老生，并占领平邑郡和永丰仓？面对屈突通的阻挡，他又会采取何种策略呢？本期视频我们就一起走进李世民哭谏进兵及李渊攻打河东郡。李渊的大军到达贾湖堡时，隋朝的将领宋老生已经率领2万精兵驻扎在了霍邑。恰逢此时，大雨连绵数日不绝，导致军粮运送困难，大军的粮草便开始告急了。就在这时，有传言说突厥和刘武周准备合兵攻打晋阳。李渊听后大为惊慌，连忙召集将领们商议对策。由于刘文静出使突厥尚未返回，所以
无法得知突厥的真实态度。于是裴寂等人的意见是，宋老生和屈突通据险而守，短时间内必定无法攻下，可我们的军粮却撑不了太久。李密虽然答应与我们联合，但他的奸诈图谋难以揣测，不能依靠。晋阳是我们的根本，所有人的家属都在那里，不容闪失，所以不如速速返回，救援根本之地，然后再图谋举事。但19岁的李世民却提出相反的意见，他认为宋老生为人轻狂，一战便可将其擒拿。至于粮草，现在是稻谷成熟的季节，漫天遍野都是粮草，何愁缺粮呢？李密则不用考虑，他必定舍不得粮仓粟米，所以不可能向远图谋。关于刘武周和突厥人，他们表面上附和，其实相互猜忌。刘武周想图谋晋阳，但他肯定担心突厥人攻打他的马邑。我们之所以举义兵，是为了挽救苍生百姓，当务之急是立即进军关中，然后号令天下。可现在只是遇到小敌，就要立刻班师，恐怕跟随我们起义的人就会动摇。即使回去守住了晋阳，我们和贼寇又有何区别呢？李建成听后觉得李世民说的有理，劝告父亲继续进军，但李渊不肯听从，催促大军立即返回晋阳。天黑后，李世民想再次劝阻李渊，但李渊已经入睡，他无法进入大帐，于是只能在帐外大声地嚎哭。李渊听到哭声后，召他进入帐中，问他为何哭泣。李世民回答说，我们凭借仁义起事，唯有进攻方能取胜，只要撤军，则军队必然溃散，等到那时，大军在前面溃散，敌军在后面追击，离我们灭亡的日子也就不远了，所以我才悲伤哭泣。李渊这才醒悟了过来，连忙说，大军已经出发，现在该如何是好？李世民回答说，右军整装待发，还没开始撤退，左军虽然已经出发，但估计没走多远，请让我去追赶他们吧。李渊同意后，李世民和李建成便连夜追赶，终于将左军给追了回来。7月28，晋阳的粮草终于运到了，突厥侵扰晋阳的谣言也就不攻自破了。8月初1，连绵数日的大雨终于停了，李渊连忙命令大军晾晒铠甲和器械。初3早上，李渊准备攻打宋老生，可他担心宋老生顾垒自守，不肯出战。李建成和李世民便献计说，我们只率领轻骑前往，诱使他出城迎战，如果他还是不肯出战，那就诬陷他与我们勾结，到时候他肯定会担心被属下奏报，必然前来应战。李渊采纳了他们的建议，亲自率军前往霍邑城东，派遣李建成和李世民率领数十名骑兵前往城下，做出要攻城的架势，并让士兵们大声地辱骂宋老生。宋老生大怒，立即率领3万大军从东门和南门分道出战。东门对峙的是李渊和李建成，南门列阵的则是李世民的右军。宋老生出城后，命令大军立即向李渊发起攻击，由于攻势太猛，李渊和李建成的大军抵挡不住，开始微微后退。李世民见状，立即率军从南门赶来，冲击宋老生的后军。他身先士卒，连续砍杀了数十人，大刀都被砍缺了口，飞溅的鲜血沾满了衣袖，犹如杀神一般。李渊的大军见援军已到，军心大振，立即开始反攻。李渊让士兵们大声喊道，宋老生被俘了，宋老生被俘了。宋老生的将士们不知真假，军心开始涣散，慢慢地退往城下。李渊的大军便逼近了城门，守城的将士们连忙关闭城门，导致宋老生自己都无法入城了。无奈之下，他只能下马后跳入壕沟，准备拉着绳子爬城，却被刘弘基追上后给斩杀了。天黑后，李渊命令大军攻城，由于没有攻城器械，将士们便赤膊登城，终于攻下了霍邑。李渊慰劳和赏赐了霍邑的利民，并挑选精壮的男丁从军后，继续率军向南进发。8月初8，大军到达临汾郡，李渊继续对临汾的利民进行慰劳和赏赐，然后率军向绛郡挺进。绛郡的通守陈叔达率兵据守，结果却被李渊的大军攻破。之后，李渊对陈叔达以礼相待，并任他为将。然后，大军向黄河东岸靠拢。8月15，大军到达龙门。这时，出使突厥的刘文静终于回来了，并且带回了突厥的骑兵500人，战马2000匹。李渊非常高兴。
这时，河东郡的护曹仁圭对李渊说：“关中的反隋义军众多，其中以平邑郡孙华的实力最强，请让我去宣召他们。”李渊立即任命仁圭为银京光禄大夫，命其渡过黄河前去招抚。8月18，李渊率军到达汾阴以南，河边的百姓纷纷向李渊祭献船只，每天都有100多人。李渊便趁机建立了水军。这时，孙华率领轻骑从河阳渡过黄河前来面见李渊，李渊封其为武乡县公，以及平邑郡太守之职，然后让他渡河返回，并派遣王长协和刘弘基以及陈衍寿和史大鼐等人，率领6000人渡过黄河，在河西扎营，以待主力大军到来。临行前，李渊对王长协等人说：“屈突通的精兵众多，与我军相隔仅有50余里，却不敢前来迎战，足以说明他的部下已经不肯为他效命了。但他担心杨佑怪罪，又不敢不出战。如果他亲自渡河攻击你们，我就立即进攻河东，则河东可破；如果他固守河东，那你们就拆毁桥梁，这样我们将他打败后，他就无法逃回长安，必被我们擒获。”但屈突通却选择了第3种方案，他亲自驻守河东，然后派遣将领桑显和率领数千名萧国军趁夜渡河，袭击王长协等人的营地，王长协等人不敌。就在这时，孙华和史大鼐等人从后面袭击桑显和，导致桑显和大败，连忙渡过黄河撤退，并且自己主动将黄河上的桥梁毁坏，逃回了河东郡。9月初8，平邑郡的太守萧造向李渊投降。同时，在仁圭的劝说下，韩城的守将也前来归降，使屈突通成为了困兽之势。9月初10，李渊率领大军包围了河东郡，屈突通则闭城据守，不与李渊交战。此时，河东郡虽然没有攻下，但3府之地的豪杰们得知后，纷纷前来投奔李渊，每天都有数千人。李渊想率军直取长安，但犹豫不决。裴寂便说：“屈突通拥有大量的精兵，而且凭借坚城固守，如果我们直取长安不能攻克，将会腹背受敌，所以必须攻下河东，才能挥师西进。另外，长安以屈突通为后援，只要屈突通被打败，长安便能顺利攻破。”但李世民不同意他的意见，他表示：“兵贵神速，我们应该趁现在屡战屡胜的军威，大张旗鼓的西进，长安诸军必然望风而降。如果我们滞留在这里与屈突通对峙，便是给长安留出了防备的时机。长此以往，众将必然沮丧，大事就彻底完了。至于屈突通，他现在仅能自守，不足为虑。”李渊思考良久后，决定将裴寂和李世民的方案全都采纳。一方面，他留下诸将继续围攻屈突通；另一方面，他亲自率军西进。华阴的县令李孝常见状，立即将永丰仓献出，并投降了李渊。京兆各县的官员也都派遣使者请求归降。9月16，李渊率领大军进入了长春宫。2天之后，他让李建成和刘文静率领王长协和窦轨等将领驻守永丰仓，并阻挡潼关的隋军支援长安。李世民则率领刘弘基和殷开山等将领进攻渭河以北之地。那么，李世民大举进攻关中的时候，代王杨佑以及长安城里的官员会采取何种措施应对呢？我们下期接着讲述。617年9月，李渊命令李建成和刘文静驻守永丰仓，阻挡潼关以东的隋军支援长安。李世民则率军向渭北之地进发。那么，李世民大举进攻关中的时候，代王杨佑和大兴城里的官员们是如何应对的？关中利民和各地的义军又是如何归属李渊的呢？本期视频，我们就一起走进李世民进兵关中及李渊拒绝称帝。屈突通得知李世民向关中挺进后，立即任命姚君素为代理河东通守，驻守河东郡，他自己则亲率数万大军，准备阻挡李世民的进攻。结果却被刘文静率军挡住了去路，他只好向潼关靠拢。然而他的大军还未到达，李建成早已派遣王长协向潼关发起了攻击，潼关的守将刘刚战死，潼关失守。接着，王长协率军占据都尉南城，以阻止屈突通的大军。屈突通无奈，只能据守都尉北城。李渊得知屈突通率军离开后，立即派遣吕绍松等人攻打河东郡，但未能攻克，双方便形成了对峙的状态。
由于屈突通被李渊和李建成阻挡，李世民便毫无阻拦地向西挺进，前往渭北之地。他一边行军，一边抚慰和接纳当地的官民和义军，实力不断地壮大。李渊在关中的亲属们得知后，纷纷起兵响应，包括他的三女儿李氏。李氏的丈夫柴绍是隋炀帝长子的禁卫武官，因此居住在大兴城内。得知李渊准备起兵的消息后，柴绍便准备前往晋阳。临行前，他对自己的夫人说：“令尊大人起兵，我肯定要去支援，但我没办法带你走。可是将你留在此地，定会遭遇不测，不知该如何是好。”李氏果断地说道：“你只管前去，我一个妇道人家，就算遇到危险也容易躲藏，总会有办法的。”柴绍走后，李氏便回到了户县老家。接着，他散尽家财，召集亡命之徒，竟然拉起了一支义军，并自任首领。杨佑得知李渊起兵的消息后，立即派人搜捕李渊的同族。李渊的堂弟李神通便逃离大兴城，前往户县的南部山区，与史万宝和裴寂以及柳崇礼等人聚众起兵，以响应李渊。西域的胡族商人和潘人聚集了数万人，进入丝竹园围道。李氏便派遣家奴马三宝前去拉拢。最终，李氏和李神通以及河潘人的3路大军合兵一处，攻打户县的城池，并将其攻克。李神通自任关中道行军总管。与此同时，李渊的4女婿段伦也在蓝田起兵，部众很快就达到了1万多人。接着，李氏派遣家奴马三宝继续拉拢周边的义军，向善志和邱师立以及李密的唐伯父李仲文等人纷纷表示归附，使李氏的实力大增。之后，他率领义军攻城略地，很快便攻下了武功和始平以及周至等地，部众迅速壮大至7万之众，成为关中最大的一支义军，号称娘子军。李渊得知关中的情况后非常高兴，立即任命堂弟李神通为光禄大夫，女婿段伦为金子光禄大夫。同时，他让女婿柴绍带着数百名骑兵前往南山迎接李氏，并让女儿李氏和女婿柴绍各自设置幕府，分别领兵。之后，他要求长安周围的义军都归李世民统领。此时，李世民的大军已经到达泾阳，部众更是达到了9万之众。几日之后，3姐李氏率领着万余精兵前来与他会师，李世民非常高兴。再来看扶风。此前，平凉的数万贼军围攻扶风，扶风太守窦金领兵固守，导致贼军围攻了数月，未能攻下城池，粮草还被耗尽了。归附了李氏的邱师立得知后，立即派遣弟弟邱行公率领500人，背着粮食，牵着牛羊，前往贼军的军营慰劳。贼军的首领非常感动，低头行礼的时候，却被邱行公挥刀给斩杀了。贼军的部众见状，纷纷投降。邱行公便率领着数万降兵前往泾阳，归附了李世民。李世民立即任命他为光禄大夫。李世民驻扎在泾阳的短短数天里，不仅有数万大军前来归附，更重要的是有武将和谋士的加入，其中最为著名的便是后世被称为房谋杜段之一的房玄龄。房玄龄，齐州临淄人，按唐书记载，他是今天山东淄博人；按新唐书记载，则是济南章丘区人。他自幼博览经史，并擅长书法。18岁时被本州举为进士，任命为习城县的县尉。得知李世民到达渭北后，立即前来归附。李世民与他一见如故，相谈甚欢，任命他为济世参军及高级参谋。接着，李世民率军前往丝竹，已经投靠了李氏的李仲文和河潘人以及向善志等人得知后，纷纷前来归附李世民，使李世民的大军达到了13万之众。9月28日，李世民派遣使者禀报李渊，并请求约定进攻大兴城的具体日期。李渊接到奏报后非常高兴，立即命令李建成挑选精兵从永丰仓出发，同时命令李世民率领归附的各军向北进发，屯驻在长安旧城，等大军到达后便开始攻城。次日，李渊也从长春宫出发，向西挺进，路过隋炀帝的离宫园院时，释放了所有宫女并归还亲属，离宫园院则彻底关闭。10月初4，李渊的大军到达大兴城，并在东边的春明门西北扎营，各路大军全都汇集于此，共计20余万。此时，大兴城内主持朝政的是京兆内史魏文生，由于他年纪太大，
得知李渊率领20余万大军围城后忧惧成疾，无法参与政事，于是守城的重任便落在了左翼卫将军殷世师和京兆郡丞古仪的肩上。李渊数次派遣使者对城内的大臣们宣称，自己尊奉的是隋朝皇室，但城内无人应答，于是李渊只能派兵攻城。10月27，攻城战正式打响，李渊命令各军城破之后，所有人不得侵犯隋朝的宗庙，以及代王杨佑和隋朝宗室的府邸，违者诛灭3族。11月初9，大兴城被成功攻克，李渊顺利地进入了城中。此时，年仅13岁的代王杨佑被围困在东宫，身边的侍卫早已溃散奔逃，只有名叫姚思廉的侍读陪在他的身边。见李渊的士兵们进入东宫后，姚思廉便厉声呵斥道：“唐王兴举义兵扶助帝室，尔等不得无礼。”将士们听后，只能无奈地退往庭院，整齐地站好，等待着李渊的命令。李渊到达后，姚思廉扶着杨佑出来见他，李渊立即痛哭跪拜。之后，李渊将杨佑迁居到大兴殿，他自己则住进了长安故城的长乐宫。接着，他与百姓约法12条，并将隋朝的苛政酷令全部废除。由于魏文生已经去世，李渊便将殷世师和古仪等10几名大臣逮捕处死，其余人等则不再追究，只有李靖除外。李靖是雍州三原人，即今天陕西三明县人，《西游记》里托塔李天王的原型。他出生于陇西李氏，祖父李崇义曾任殷州刺史，父亲李全则官拜赵郡太守。他从小就文韬武略，颇有进取之心。舅父韩擒虎是隋朝名将，每次与他谈论军事，都会拍手称绝。长大后，他历任长安县的公曹和殿内执掌，后来晋升为马邑郡的郡丞，在李渊的帐下任职。李渊准备起兵之时，李靖便伪装成囚徒前往江都给隋炀帝密报。然而到达长安后，由于到处都是叛军，导致道路阻隔，未能成行。所以李渊攻破大兴城后，便准备将其处斩。临行前，他大声疾呼：“明公兴举义兵，是为了平息天下的暴乱。现在大事还未完成，就要以私人恩怨斩杀壮士吗？”李渊听后非常欣赏他的言谈，李世民也非常赞赏他的才识和胆气，再三请求李渊赦免，李渊便将其释放，并被李世民召入幕府。至此，李渊彻底控制关中，文武百官纷纷上书请求李渊称帝，但李渊不从。11月13，他迎立杨佑为帝，即隋恭帝，并遥尊隋炀帝为太上皇。杨佑则特赐李渊持黄钺，委任为大都督内外诸军事、尚书令、大丞相，晋封为唐王，并将所有朝政以及文武官员任职的权力都交给李渊决定，只有祭祀天地和祖先的时候才需要上奏给杨佑。接着，李渊设置了丞相府官署，任命裴寂为长史，刘文静为司马，李纲为丞相府司路，封李建成为唐世子，李世民为秦公，官拜京兆尹，李元吉被封为齐公。至此，李渊父子已经完全控制了关中的局势。那么，此时李密和隋炀帝的境况如何呢？我们下期接着讲述。上期讲到，李渊率领20余万大军攻破大兴城，拥立杨佑为帝，彻底控制了关中。那么，隋炀帝和李密为何没有阻止李渊？李密在与王世充对战之际，为何要斩杀翟让，砍伤徐世绩，导致瓦岗军的内部人心不稳呢？本期视频，我们就一起走进王世充与李密对战及瓦岗军发生内讧。617年9月，李密的帐下又添了一名牛人，此人便是魏征。魏征，巨鹿郡的下曲阳县人，即今天河北晋州市古城村人。他早年丧父，家境贫寒，但胸怀大志，喜好读书。长大后，为了谋取出路，选择出家，成为了一名道士。隋朝末年，天下大乱，各地的百姓纷纷起义，魏征便前往瓦岗寨，加入了瓦岗军，但并未受到重用。于是他便投奔了武阳郡的郡丞元宝藏，成为了元宝藏的门客。后来李密领导的瓦岗军实力大增，元宝藏便举郡投降李密，李密封其为武阳公。元宝藏为了感谢李密的封赏，让自己的门客魏征给李密写信致谢，并提出一条计谋。他建议将武阳郡改为魏州，然后亲自率领部下攻打魏郡，
等拿下魏郡后，他就向南进兵，与李密的部将会合，然后合兵攻取黎阳仓。李密看后非常高兴，立即同意将武阳郡改为魏州，并任命元宝藏为魏州总管。得知书信为魏征所写，觉得此人非常有才华，于是征召魏征为元帅府文学参军，掌管记事。魏征到达后，向李密献上了10条壮大瓦岗军的计策，但李密未能采纳。同年，河南和山东遭遇水灾，导致众多百姓流离失所，饿殍遍野。隋炀帝得知后，下诏打开黎阳仓，以赈济灾民。但是负责的官吏们并没有按时赈灾，导致每天都有数万人死去。徐世绩便对李密说：“天下之所以大乱，都是因为饥馑的缘故。如果我们能拿下黎阳仓，便能得到大批的粮草以及众多的兵源，则大事可成。”李密听后觉得有理，立即命令徐世绩率领5000人渡过黄河，会同元宝藏和郝孝德等人共同攻取黎阳仓。很快，徐世绩等人便拿下了黎阳仓。李密立即下令开仓放粮，任由百姓前来取粮。接着，武安和永安以及益阳和祁郡等地相继投降李密，就连窦建德和朱粲等人也派遣使者，表示要依附瓦岗军。接着，李密多次派兵攻打洛阳，洛阳的守军支撑不住，只能向隋炀帝告急。于是，求救的文书就像雪片一般飞往了江都。隋炀帝不得已，只能调集各地精兵驰援洛阳。他让江都通守王世充率领江淮的精兵北上，位于四川大凉山的将军王世龙则率领穷部的黄蛮兵率兵支援。河内通守孟善义、河阳郡的郡尉独孤武、河北大使韦济、河南大使王辩等人也同时出发向洛阳挺进。9月，数路大军齐聚洛阳以东，准备围攻瓦岗军所在的洛口城。越王杨栋得知援军到达后，立即命令留守洛阳的刘长恭和驻守偃师的庞玉与王世充等人的援军会合。于是，隋军的10余万大军与瓦岗军隔着洛水展开了对峙。这时，隋炀帝下诏，命令洛阳附近的所有隋军都受王世充统领。10月25日夜晚，王世充秘密地率领大军渡过洛水，在黑石扎营。天亮之后，他留下部分兵力守营，亲自率领精锐在洛水北岸列阵，等待着瓦岗军的到来。李密得知消息后，立即率军前来迎战，双方便在洛水北岸展开了激战。由于北边是大山，南边是洛水，导致双方交战的地势非常狭窄。隋军此次参战的基本都是步兵，使用的是矛和戈，即使在狭窄的地域也能施展。而瓦岗军则以骑兵为主，狭窄的地域里根本无法驰骋。因此，王世充凭借地形的优势，对瓦岗军发起猛攻，瓦岗军不敌，只能慢慢开始撤退。撤退途中，护军柴孝和溺死于洛水，李密悲痛欲绝。瓦岗军渡过洛水后，步兵向东逃往了越城，李密率领的骑兵则向南逃走。王世充的大军紧追不放，一路追到了越城，并将瓦岗军重重包围。李密得知后，一面派兵支援越城，一面亲自率军偷袭王世充的黑石大本营。黑石的隋军惊恐万分，连续举了6次烽火，以示告急。王世充不得已，只好放弃越城，回救大本营。由于洛水之南的地形较为平坦和开阔，非常适合骑兵驰骋，于是李密亲自率军向隋军发起猛攻，隋军大败，被斩杀了3000余人后，退回了黑石大本营，坚守营垒，不再出战。越王杨栋得知王世充战败后，连忙派遣使者前来慰劳，使王世充既惭愧又恐惧。于是他向李密发出了决战的邀约。11月初9，两军再次出兵，准备在巩县东南展开决战。瓦岗军南北列阵10余里，等待着隋军。王世充的大军到达后，由翟让发起首攻，他亲自率军迎战，结果却被隋军打败，慌忙后撤。王世充见状，立即率军追击，追击到半路的时候，王伯当和裴仁基突然从路边杀出，截断了王世充的退路。同时，李密率领中军全力反击，导致王世充腹背受敌，军心大乱，只能向西逃走。隋军再次大败。此战过后，瓦岗军声威大振，李密的声望也如日中天。可就在这时，瓦岗军的内部却出现了裂痕。
起先，瓦岗军的首领是翟让，他自知能力不及李密，便主动将首领之位让给了李密。可是，随着瓦岗军的实力大增，李密或许会成为开国之君，这让翟让的亲信们心里非常不平衡。翟让的司马王如信曾劝告翟让，让他自任大冢宰，总管政务，以此来夺取李密的权力，但翟让不肯听从。翟让的哥哥翟弘则劝他说：“瓦岗军是我们组织起来的，皇帝应该你来当。如果你实在不想当，可以让我来当，为何要让给外人呢？”翟让听后哈哈大笑，并没有理会翟弘。然而，他们的对话却传到了李密的耳中，并让李密对他们产生了猜疑。其实，翟让对权力的欲望并不大，但他对钱财的欲望却非常大。作为瓦岗军的2号人物，他竟然将崔世书扣押在自己的府邸，目的却是向其索要钱财。但崔世书仰仗自己是李密的亲信，不肯屈服于他。既然强要不给，那就使用阴招。他找来元帅府的记事邢义期，让他与崔世书赌博，但邢义期也是李密的亲信，不肯屈服于翟让，翟让便将他打了80仗。接着，他又把目标对准了左长史房彦藻。他对房彦藻说：“听说你攻破汝南郡的时候得到了很多的宝物，但你却只给李密，而没有给我。李密的魏公可是我拥立的，天下之事如何变化还未可知呢？你再好好想想吧。”房彦藻听后非常害怕，连忙将此事告诉了李密，并与左司马郑挺一起劝告李密说：“翟让贪婪无度，刚愎自用，而且目无军长，应该尽早除掉。”李密犹豫地说道：“我们的安危还未确定，就相互诛杀，这让其他人该如何看待呢？”郑挺连忙说道：“毒蛇失手，就要壮士断腕，只有这样才可保住根本。如果等他们先得了手，恐怕后悔已晚。”李密思考良久后，决定对翟让下手。11月11，李密摆下酒宴，邀请翟让前来喝酒。翟让接到邀请后，便带着哥哥翟弘和侄子翟魔侯等人前来赴宴。宴席上，李密和翟让以及翟弘和郝孝德等人就坐，单雄信和房彦藻等人势力两旁。这时，李密对身边的人说：“我们今天只是饮酒，不需要太多的人陪伴，留下几人听用即可。”说完，李密身边的人就退走了，只留下壮士蔡建德持刀侍立。接着，房彦藻对李密说：“今天是饮酒作乐，要不给翟司徒身边的人也提供些酒肉可好？”李密和翟让都表示赞同，于是翟让身边的亲信全被带走，只留下翟弘和单雄信等人。众人退下后，李密便拿出上等的良弓，邀请翟让拉弓检验。翟让拉满良弓，刚准备赞叹的时候，蔡建德突然举起大刀，从后背砍向了翟让，翟让毫无防备地被砍翻在地，声如牛吼。趁众人震惊之际，蔡建德又连续砍杀了翟让的哥哥和侄子，以及亲信王如信。徐世绩见状，立即向门外跑去，却被门口的卫兵挥刀砍伤了脖子。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王伯当及时制止，才保住了徐世绩的性命。单雄信由于来不及逃走，只能叩头求饶。这时，李密大声地说道：“我和大家一同起兵，目标是铲除暴虐，但翟让专行暴虐，凌辱僚属，而且不分上下尊卑。今天我只诛杀翟让一家，与各位无关。”说完，他命人将徐世绩扶入帐幕安置，并亲自为他服药。随后，他只身一人骑马来到翟让的军营，对翟让的部下进行安抚和慰问。至于翟让的部众，则由徐世绩和单雄信以及王伯当统领。至此，瓦岗军的内讧被彻底平息。但是，瓦岗军的将士们不再信任李密，对他产生了猜疑和不安的情绪，这为他后来的失败埋下了深深的隐患。那么，王世充能打败李密吗？隋炀帝又是如何被杀的呢？我们下期接着讲述。夜夜笙歌的隋炀帝对着镜子说道：“好头颅，谁当斩之？”可令他没想到的是，斩杀他的人并不是起义的盗贼，而是他最为信任的亲信。那么，司马德堪和裴虔通等人为何倒戈相向？他们密谋反叛之时，为何推举懦弱无能的宇文化及为首领？本期视频，我们就一起走进萧果军阴谋叛乱及隋炀帝被缢身亡。隋炀帝到达江都之后，更加的荒淫无度，他的后宫有100多间房屋，
每个房间都住着美女，摆设极尽奢华，每日酒宴不断，夜夜笙歌，仿佛不知疲倦。可是天下盗贼四起，局势动荡不安，酒醒之后，他就会陷入深深的忧虑之中。因此，他经常身穿短衣，在江都的楼台和馆舍之间徘徊，似乎想将这一切的美好记在心底。有一天，他与萧后饮酒时，对着镜子说道：“好头颅，谁当斩之啊？”萧后诧异地问道：“何出此言？”隋炀帝笑着说：“贵贱苦乐，循环更替，有何可伤感的呢？”得知李渊已经攻占大兴城的消息后，他深知自己恐怕无法回到北方了，于是便萌生了迁都丹阳的念头，这样至少可以守住江东，偏安一隅。于世基等人对迁都之举颇为赞同，其他文武大臣也纷纷附和，称赞此举犹如大禹治水之功绩，江东百姓定会立碑歌颂陛下。然而李同克却提出异议，他认为江东地势低洼，气候潮湿，而且地域狭小，难以承受朝廷与三军的供养，恐怕会引发民变。御史听后，立即以诽谤朝廷之罪弹劾李同克，使其险些丧命。于是隋炀帝下令立即修建丹阳宫，并做好迁都的准备。然而这个消息却引起了萧果军的强烈不满。萧果军是隋炀帝亲自组建的禁卫军，大多为关中人士，他们不仅忠诚，而且骁勇善战。但是由于长期的远离故土，导致思乡心切，得知隋炀帝无意返回长安后，便萌生了脱离萧果军，独自返回家乡的念头。隋炀帝得知后非常忧虑，询问裴矩对策。裴矩便说，由于萧果军没有配偶，所以才难以久待，不如让他们择偶成家，以稳定军心。于是隋炀帝便将江都附近的寡妇以及未婚少女全部召集起来，以供萧果军挑选。然而此举并未缓解他们的思乡之情，得知关中已被李渊占领，隋炀帝准备迁都丹阳的消息后，他们回乡的希望被彻底破灭，于是大批的萧果军又开始逃跑了。隋炀帝连忙派人去追，甚至斩杀了大批的逃兵，却依然难以遏制。隋炀帝无奈，只能任命自己的亲信司马德堪为萧果军的统领，并让其驻扎在东城。司马德堪接受任命后非常惶恐，担心无法控制萧果军逃亡的势头，而遭受灭族之灾，于是连忙找来自己的好友裴虔通和袁礼商议。最后他们决定，如果萧果军再次逃跑，他们就跟着一起逃走。接着裴虔通和袁礼秘密联络亲友，商议逃跑之事。最终赵行书等10多人都愿意跟随，并在大庭广众之下公开商议，毫无顾忌。有一名宫女得知此事后，连忙告知萧后，萧后却让她直接告诉皇帝。隋炀帝听后勃然大怒，以宫女不应该参与政事为由，将其斩杀。之后再有人告知萧后时，他便说道：“天下的局势已然如此，已经无法挽救了，你们也不用再给皇帝汇报了，免得让他伤心。”于是宫内再也没有人将外面的情况汇报给隋炀帝了。由于赵行书与宇文述的儿子宇文智及的关系要好，于是便将逃跑的计划告知于他，并说3月份的月圆之夜便是他们结伴西归的日子。宇文智及听后却对他说：“隋炀帝虽然无道，但他的威严还在，如果你们逃跑，一定会被追上之后处死。现在天要亡隋，何不趁此机会起事，成就帝王之业呢？”赵行书将此话告诉了司马德堪等人后，众人都表示赞同。最后大家一致推举宇文智及的哥哥宇文化及为首领。然而宇文化及不仅性格怯懦，而且能力低下，听说众人推举他为首领，准备起事时，脸色顿时大变，浑身直冒冷汗，但最终还是听从了众人的安排。接下来便正式开始起事了。首先司马德堪派人前往萧果军的军营，谎称说隋炀帝已经知道了他们逃跑的计划，所以预备了很多的毒酒，准备利用宴席的机会将萧果军一网打尽。萧果军的将士们非常惶恐，立即答应跟随司马德堪一起起事。接着他让裴虔通和袁礼负责看守大殿，让唐凤翼负责看守城门，并且大殿和城门都不上锁。3更时分，司马德堪在东城集结人马，并点火与城外呼应。隋炀帝见火光四起，而且宫殿之外人声嘈杂，连忙询问发生了何事。
裴贤通便回答他说，草房失火了，所以大家都在忙着救火。由于裴贤通是隋炀帝的亲信，因此他并没有怀疑裴贤通骗他。这时宇文智吉已经在宫城之外集结了1000多人，他们劫持了巡夜的侍卫，并分兵把守街道。隋炀帝的孙子杨谭感觉情况不对，连忙入宫汇报。走到玄武门的时候，谎称自己突然中风，马上就要死了，临死之前希望能与皇帝告别。但裴贤通不仅没有通报，还将杨谭给关押了起来。接着司马德堪将所有城门的侍卫换成了萧国军，这样他们就能畅通无阻地进入宫殿了。直到这时，隋炀帝才发现情况不妙，连忙换下皇帝的衣服，逃往了西阁。但在宫女的指引下，裴贤通和袁礼很快便找到了他。见到隋炀帝后，令狐行达立即抽刀冲了过去。隋炀帝对他说，你是想杀了我吗？令狐行达回答说，臣不敢，只是想让陛下西还长安罢了。这时隋炀帝看到了裴贤通，便对他说，你不是我的旧部吗？为何也要谋反？裴贤通回答说，臣不敢谋反，但是将士们想要回家，我只是想让陛下返回京师罢了。隋炀帝听后语重心长地说道，我正打算回去呢，但是长江上游运米的船只还未到达，既然这样，那我现在就跟你们回去吧。但裴贤通并没有答复他，只是派兵看守着隋炀帝。这时已经有人去迎接宇文化及了。宇文化及得知隋炀帝已经被控制后，吓得浑身颤抖，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有人前来参见，他只会低头依靠在马鞍上，连说罪过。然后他被司马德堪迎入朝堂，称其为丞相。天亮之后，裴贤通将自己的坐骑让给隋炀帝，对他说，百官已经都在朝堂之上了，请陛下亲自前去慰劳。但隋炀帝嫌弃他的马鞍破旧，更换了一副新的马鞍后，才向大殿走去，并且问道，于世基何在？马文举回答说，已经被斩首了。不多时，隋炀帝被送往寝殿，裴贤通和司马德堪手握兵刃站立两旁。隋炀帝叹息道，我有何罪，该当如此啊？马文举回答说，你抛下宗庙不顾，不停地在外巡游，你对外频频作战，对内极尽奢靡，导致男人死于刀兵，妇女死于沟壑，天下民不聊生，盗贼风起。你任用奸佞，闻过是非，而且拒不纳谏，怎能说你无罪呢？隋炀帝反驳说，就算我对不起百姓，你们这些人可是跟着我享受了荣华富贵，为何也要谋反呢？主谋是谁？司马德堪回答说，天下之人无不恨你，何止一人？这时隋炀帝年仅12岁的爱子杨镐在隋炀帝的身边不停地哭泣，裴贤通便挥刀将其斩杀，大量的鲜血喷溅在隋炀帝的身上。接着他将大刀对准隋炀帝，准备将其斩杀，可隋炀帝却说，天子自有天子的死法，怎能对天子动刀呢？请将鸩酒取来。但马文举等人不肯答应。隋炀帝无奈，只能自己解下炼金。令狐行达接过他的白色头巾后，将其活活勒死。至此，大隋王朝的第2任皇帝，也是最后一任皇帝，被用炼金绞杀，终年50岁。他生前极尽奢靡，死后却连收尸的人都没有。萧后得知后，带了几名宫女撤下床板，才勉强给他做了一副薄棺，与爱子杨镐一起安葬在西苑的流珠堂。而宇文化及等人则已经开始选择隋炀帝的接班人了。宇文化及倾向于隋炀帝的4弟杨秀，但遭到众人的一致反对，于是他只能将杨秀和他的7个儿子全部诛杀。接着杨广与萧后所生的儿子杨戬，以及杨戬的2个儿子，隋朝的宗室和外戚，不论老幼，全部诛杀。只有隋炀帝3弟的儿子杨浩，由于和宇文智吉的关系要好，才得以幸免。隋炀帝的亲信也被清洗，包括于世基和裴运，以及来护儿和萧据等人。至此，江都兵变彻底结束，宇文化及自称大丞相，总理百官。接着他以萧后的名义封迎杨浩为帝，让他住在别宫，派兵坚守，只需要签署已经拟定好的诏敕即可，彻底成为了傀儡皇帝。司马德堪则被封为温国公，加光禄大夫，弟弟宇文智吉被任命为左仆射，裴矩为右仆射，另一个弟弟宇文士及为内史令。3月27，宇文化及任命陈棱为江都太守，总管留守事宜。
接着，他们抢夺了江都附近的大量船只，准备取到彭城，从水路西行返回长安。皇后和六宫也随军出发，并给他们单独设置营帐，宇文化及也住在里面，仪仗和侍卫的人数比照皇帝的规模。那么，宇文化及能够带着萧果军返回长安吗？我们下期接着讲述。